为了迎接天下第一武道大赛，每个人都在做着最后的冲刺。比迪利为了在父亲面前一展拳脚，在悟饭这里修炼悟空术；贝吉塔为了挑战悟空，在超重力训练室不断修炼。而比克这是要成仙了吗？库林想要赢得奖金，带女儿环球旅行。每个人都在为了心中的目标不断努力着，唯独撒旦以为自己是世界第一，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。众人聚集在一起，感慨万千。终于到了比赛的现场，大家四处张望，寻找悟空的身影。悟空突然出现在他们身后，好久不见，各位，你们都还好吧？简单的几个字，让哥几个老泪纵横。他们相拥在一起，这是多年挚友许久未见的感慨。而悟天从出生到现在还没见过悟空，他有点不知所措，一直躲在母亲身后。悟空主动走过去，这时候悟天再也无法克制自己对父亲的热爱，所有想念融合成两个字：爸爸。看着嬉笑的父子，众人都被这一幕感动了。占卜婆婆走过去提醒悟空，他只能在地球停留24个小时。参赛选手开始陆续进场。撒旦作为世界冠军，可以不用出赛直接晋级决赛，他简直就是龙珠中最滑稽的小丑，飙着一股粗犷的声线，所有人都拿他当做自己的偶像。他耍出一套漂亮的动作，一出手战斗只有137，连工作人员都惊呆了，这么高的数值，不愧是世界冠军。接连几个人测试都没有超过撒旦，直到18号出现，库林警告他一定要控制力度，他轻轻一碰，数值774，周围的人差点惊掉下巴，这怎么可能？机器坏了吧？重新测试，再次出拳203，还是高的吓人。后面每个人测试都远高于撒旦，工作人员还以为是机器坏了，直到贝吉塔出现，一拳搞定，彻底报废，不用测量了。比迪里看到惊讶不已，悟饭怕露出破绽，假装惊讶，因为他们的力量太过强大，知道了肯定会引起骚动。在开始正式比赛之前，来点开胃小菜。少年组先进行比赛，撒旦帅气出场，一路狂奔，纵身一跳，却不料脚下一滑，一屁股摔到了地上，痛得他捂着脑袋到处翻滚。观众看得目瞪口呆，想想自己还在擂台上，可不能毁了自己形象，猛然站起说道：“这是我的出场设计。”粗劣的手段终于搪塞了过去。少年组整场比赛毫无看头，唯一的看点就是悟天和特南克斯的比赛，其余比赛都是二人暴虐其他选手，看得库林都要睡着了。终于熬到了他们二人出场。在比赛之前，两人都进行了高强度的训练。工作人员将撒旦叫醒，让他去参观少年组的冠军争夺战。看到悟天，他似乎在哪里见到过，一时却想不起来了。二人终于开始了比赛，一番拳打脚踢，跳跃升起，飞到空中继续战斗。在阳光的衬托下，动作格外绚丽。特南克斯年纪不大，就会发射气功波。看到这一幕，撒旦终于想起来了，他们就是消灭杀戮的那群人。两个小子玩了半天，决定要分出胜负。特南克斯一把将悟天丢了出去，然后就不见了，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后，将他死死锁住。挣脱不开的悟天没有办法，瞬间变成超级赛亚人，挣脱开他的束缚，回到了地面。这一幕，观众们彻底惊呆了，这已经远远超出他们认知的世界。我在哪里？我还活着吗？撒旦看到彻底傻掉了。看到悟天的实力非凡，特南克斯心生一计，他告诉悟天，我就算不用左手也能赢你。悟天轻易相信了他的话，两人再次开始决斗。悟天从空中急速冲击，特南克斯瞬间躲开，悟天紧急掉头，没想到特南克斯瞬间变成超级赛亚人，转身左手发射气功弹，将悟天彻底打下了擂台。主持人宣布特南克斯获得冠军。悟天气汹汹地走过来，一脸怒气，抱怨他卑鄙无耻，不讲信誉，最后却被特南克斯的3个玩具安抚了。小孩子的世界就是那么简单。接下来将是撒旦和特南克斯的比赛，撒旦该如何应对呢？获得少年组冠军的特南克斯有机会和撒旦一决高下，拜托，你就在我脸上轻轻一碰好不好？千万不能用出全力，知道吗？为了不在观众面前丢脸，撒旦哄骗特南克斯。不过虽然他答应了，但是撒旦完全不了解他的实力，一拳下去，五官移位，瞬间飞了出去，撞在墙上。悟饭与比迪里两人彻底懵了。对比迪里来说，他的父亲是世界第一，怎么会被打得如此之惨？但撒旦知道自己不能认怂，强装起来，告诉众人他是故意输给年轻人，展示自己的高风亮节。在观众的一阵欢呼声中，撒旦退出了竞技擂台，留下不知所措的特南克斯。回到房间内，撒旦不再强装牵强，所有疼痛全部爆发。特南克斯和悟天不甘心，他们想和成人组进行比赛，看到一个蒙面人，特南克斯心生一计，可以冒充他进行比赛。两人合伙将他打倒，换上了他的衣服。赛亚人是有名的大胃王，在餐桌上其他人只有看的份儿。经过一番风卷残云，悟空他们吃饱从餐厅出来，看到两个奇装异服的人，一个人悬浮在空中，上前和悟空打招呼。他对悟空早有耳闻，此次前来为了一件大事，和悟空打过招呼后就离开了。比克看出了他们绝非地球人，马上要开始比赛了。赛场上还剩下16位选手，通过抽签的方式决定 PK 的对象，还有一组选手凶神恶煞，头顶一个 M。轮到贝吉塔抽签，没想到他抽到的对手是悟空，两人终于可以进行比赛了。所有选手抽签完成，库林作为第一组选手进行比赛，与他对战的大胖子一脸轻视，口出狂言，打算将库林打得屁滚尿流。在所有人的欢呼声中，比赛终于要开始了。率先出场的是库林与大胖子，纵使他再怎么嘚瑟，库林一拳让他彻底明白树叶为什么那么绿，重重摔出了擂台。但库林赢了他并不兴奋，因为他的水平太 low 了。第二场出场的是比克和界王神，此时的比克尚不知道他的身份，众人对他的实力非常好奇，因为完全感受不到他的气息，终于可以通过和比克的交手知道他的实力了。但没想到比克完全使不出力气，好像有一股无形的气场在压制着他。
大家看到比克的表现，对他们的身份更加好奇了。通过多次眼神的交流，比克大概知道了他的身份。他告诉主持人自己弃权，极王神也明白了，因为他曾经是地球的神，可以感受到自己的气息，这就是官大一级压死人。极王神的气息让他不敢逾越雷池。下一场比赛是比蒂利对战肌肉猛男，极王神从旁边经过的时候，格外关注了一下肌肉男，他一脸凶神恶煞。比蒂利看来凶多吉少，而比克再次与极王神相遇，终于认出了他的身份，他就是在4位大界王之上的极王神。而界王也吓出一身冷汗，不知道如此高贵的神来地球有何贵干。前面比蒂利与肌肉男的对战还挺顺利，将他多次打倒，但是他就像不倒翁一样，每次打倒都很容易的站起来，并且力量丝毫不减。比蒂利在多次进攻之后，体力严重透支，被他一巴掌打倒，但是比蒂利就是不认输，他强撑着身体站起来，尽管已被打得遍体鳞伤。悟空看出了他拥有超出身体的力量，但到底怎么回事却不知道。比蒂利再次上前攻击，而他能否将他打倒呢？这两个肌肉男的目的到底又是什么呢？这个男的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，对着美少女一顿暴击，台上的观众看得十分揪心，而悟饭更加气愤。他重击过后，将比蒂利一把提起来，一拳打在腹部，差点将他打出场外。悟饭在场外让比蒂利赶紧投降，但他就是不认输，强撑着身体再次站起来。肌肉男走过来，邪恶的微笑令人毛骨悚然，再次抓起比蒂利，一脚下去，口吐鲜血，彻底倒在了擂台上。悟饭气得咬牙切齿，而肌肉男并未就此罢手，一脚踩在他的头上。悟饭看到再也无法忍受，瞬间变成超级赛亚人，刚要冲上去，这个大块头的同伴突然出现，提醒他不要忘了他们的目的。大块头清醒过来，一脚将比蒂利踢出了场外。悟饭警告他绝对不会放过他们，但是他只留下一个邪恶的微笑，扬长而去。悟空急忙去卡琳塔拿仙豆，看到自己的女儿被打得如此之惨，撒旦急坏了，发誓要将他们痛扁一顿，但他不知道自己弱的一批。卡琳大人告诉悟空一定不要大意，因为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看来他的预感还是很准确的。悟空回来将仙豆交给悟饭，给比蒂利喂下后，他的身体立马恢复了，自己都难以置信，更别说其他人了。下一场是悟饭对战吉比特，这个极王神的手下并未出手，却让悟饭变成超级赛亚人，而具体原因并不想去解释。这两个大块头拿着仪器在一旁测量，发现力量并不强大，众人对吉比特的行为十分好奇。极王神走过来告诉他们，请让我们利用一下悟饭，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出手。但是对于来历不明的人，众人怎会听从？比克告诉他们，他是极王神大人，是所有界王的神。这下彻底惊呆众人。悟饭虽然不明白什么原因，他打算变成超级赛亚人，极力提技，擂台瞬间炸裂，他极力嘶吼，金光乍现，充满力量的超级赛亚人现身，而大块头的仪表立马满格，这就是他们要寻找的能量。巨大的力量惊呆了吉比特，两个大块头瞬间朝悟饭扑了上去。悟饭刚要抵挡，却被极王神施展的法力困住了身体，丝毫无法动弹。两个人就这样成功获得能量。出于对极王神的信任，所有人都没有上前抵挡。一阵耀眼的光束后，悟饭倒在了地上，两个肌肉男瞬间飞走了。极王神叫上悟空后也跟着上去，但是贝吉塔不想管这些事情，他只想和悟空决战，最后还是跟悟空一起出发了，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而吉比特将悟饭的体力恢复后，也一起出发了。悟空等人追上极王神后，他将所有事情说了出来。原来此次参加比赛的两个人是魔导师巴比的傀儡，他们负责收集能量，目的就是为了复活魔人布欧。他是巴比的父亲比比迪创造的邪恶怪物，他没有任何人性，只知道破坏和杀戮。在短短几年时间，几百个星球被摧毁，他必须要休息的时候，比比迪就会把他封印在蛋里，让他好好休息。而他将蛋带到了地球，因为地球就是下一个毁灭的目标。在封印解除之前，极王神将比比迪杀死了。本以为不会再有人可以解开封印，没想到比比迪有个孩子巴比迪，他也拥有邪恶的魔法，可以解开魔人布欧的封印。为了寻找他们的踪迹，所以利用了悟饭。极王神告诉了他们之后，大家恍然大悟，两个被控制的大块头一心只想在巴比迪面前邀功，却没有发现后面一直有人在跟踪。他们到达了隐藏地点，悟空等众人躲在远处观望，看到倒在地上的人类，悟饭气愤不已。突然从舱内传出一阵脚步声，出来两个人物，一个是巴比迪，另一个就是他的手下达普拉。而极王神到底能否阻止他们的行动呢？